我在这边呢，我就先画出它的那个原本的那个形状了。OK，我就整个画出来，你们就画在左边下面的部分，1、2、3、4，有左边下面的部分，也就是男生的下面的部分，它的轮廓就是老人的轮廓，它老人的轮廓就和男生的是一样。OK， 圆形，然后我会在这边呢画它的那个十字线。这个就是一直以来老师教的这个形状，就是人物的那个脸部的形状，十字线。OK， 画了十字线过后呢，我就画一条线的下来。OK， 然后你们不要画太长了，大概是一个短的那个线条。对了，就是这样子，这个就够大了嘛。所以你可以在你们家里面呢找到呢有圆形的那个物体，就可以拿来画比较大的圆形了的。OK， 好，现在呢我在这个下面呢多画一个线条。OK， 我再放大给你们看，你们就会更加的清楚。OK， 然后呢在这边呢我又再多画一条线，这个就是它的下巴。OK。然后呢，从这个角落这边呢，这个角落这一边呢，这个线条我就把它拉下来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。然后这边呢，再多加一条线，就是下面这边，然后就是下巴的部分。OK， 然后这边呢，你就画一个斜线下来。OK， 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我量一量呢，这边左右的线呢是不是一致的？跑一点点，但是不用紧，就是不要跑太远。OK， 你会看到这边的线条是这样子的。OK， 所以呢，在这个脸部呢，我会多画几个线条，让你们知道呢，它们的位置正确的位置是在哪里。OK， 好，这边呢中间呢，我就会画一个那个四方形。OK， 这个就代表呢这个人的人中，那个眉心。OK， 所以这个是四方形。这四方形下来呢，它就是一个鼻子的上面的部分。好，所以呢下面的部分呢，我就画一个三角形，这个就是代表呢它的鼻子啦。OK， 所以呢全部呢都是在这个形状里面。OK， 我们就可以大概的了解呢，它的正确的位置是在哪里。好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呢就是那个一个四方形，然后左右一个四方形。OK， 这四方形呢就是代表呢它的眼睛的正确的位置。OK， 所以这个位置呢，如果你们没有弄错的话呢，就是正确的那个人的位置了。OK， 然后接下来呢，我就要画他的人中。人中呢是在哪里呢？人中呢就是在他的鼻子下面。OK， 在鼻子下面呢，我也画一个长方形。但是呢，你要知道，这个长方形呢不需要太长。然后呢，这边呢，这一条线呢，它的长度呢刚好是和鼻子一样。OK， 所以在这边呢，我用蓝色的线呢画出来给你们看。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个眼睛的位置，然后这个三角形，它刚好是动到这三角形的，然后就到人中，然后就到嘴巴。嘴巴呢稍微会扩一点点，就是它关嘴巴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它的嘴巴呢稍微会扩一点点。OK， 然后嘴巴的下面呢，你会看到这个，我会画一个四方形。OK， 这个呢就是代表呢它的下巴，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人的脸的形状。如果呢你们下次呢就是跟着这个脸的形状呢，基本上就是不会跑太远啦。OK， 除了呢不同的人种呢就有不同的那个样子，比如呢你就是非洲人呢，他们的鼻子会比较阔。OK， 他们的鼻子会比较阔。
还有嘴巴也会比较大，他们嘴唇也比较厚。如果是欧洲人呢，眼睛会比较深啊。我们的亚洲人呢，脸部呢会比较扁，OK， 比较扁一点 ，OK。好，除了那个差别啦，所以呢，在这边呢，我就画那个圆形在这个四方形里面。记得圆形呢，这个形状呢是要和它的那个高矮呢是一样的 ，OK， 所以画好的话，我就会量一下它的高度是不是一样，一样的话就是对了的 ，OK， 然后我就在里面再多画一个圆形 ，OK，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瞳孔。眼珠里面的瞳孔，然后在旁边呢画一个圆形，这个是代表呢它的亮点，就是我们的眼睛呢会有那个亮点的 ，OK， 然后差不多这个形状画好了，然后我们就要画它的眼皮了。眼皮呢我们就根据就是那个鱼的形状来画 ，OK， 所以呢我现在在它的这边呢画一条线。OK， 然后它的后面这边呢，我们就画长一点。老人呢，他的那个眼皮呢，就是后面的眼尾这边呢，会稍微的下垂，所以原本呢是在这边就完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普通的那个年轻人的话，但老人的话，他就会比较斜一点。OK， 所以我在这边画一个弯的形状。好，这边也是。好，然后我在这边呢画一个弯的形状，所以你看它的那个形状呢是弯出去那个四方形的 ，OK， 然后呢里面呢还是一样，它的眼睛的大小呢是不大会改变的，所以呢里面呢我还是画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圆的形状，所以你会看到它只是它的那个线条呢会移出去罢了。但是基本上呢是没有它的大小呢，眼睛呢是和那个年轻人呢是一样大小的 ，OK， 然后我们就画它的眉毛。好，它的眉毛呢一样的，我们先在这个四方形上面再画一个长方形，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画它的那个眉毛，因为老人老了，他的后面的眉毛呢就会开始下垂了。OK， 因为是脸皮下垂的关系，所以你会看到它的那个眉毛的尾端呢就开始下垂了。OK， 然后呢，在这边呢，我们就画它的那个前面的眉毛，然后这个呢，这边呢就连接到它的那个鼻子。OK， 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一个基本人的形状了。下次呢，你们要画其他的人物呢，你们只要跟着这个形状画就可以了的。OK， 这样子的话呢，我就继续。好，然后在这边呢，我们就要画他们的头发了。老人的头发呢，他的发线呢就会向后移。OK， 向后移的意思呢，就是我先画出那个我们普通人的那个发线。OK， 我们普通人的发线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前面有一个三角形。OK。这个就是我们普通人的发线 ，OK， 然后到这边它就弯进去。好，但是老人的发线呢，它就会向后移 ，OK， 所以这边呢，你看我画的那个发线呢，它就会向后移，你看，好，它就会这样子。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 ，OK， 所以你会看到呢，它好像一个洞这样子呢，在它的左右两边 ，OK， 然后呢，这是它的那个耳朵的位置呢，一样的就是不要超过那个眉毛，然后不要低过鼻子，好，然后呢，你在这边呢画一个6，另外一边画一个6就可以了。但是老人呢，他的那个耳朵呢，
会比较长一点，因为呢，它的那个肌肉呢就开始下垂了，所以你会看到它的耳朵呢，我在这边呢会画长一点 ，OK， 左右呢都会长一点，也是在下面的部分 ，OK， 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是基本的这个老人的这个样子了 ，OK， 好，在这边呢，我就要画出那个完整的线条 ，OK。静贤还有文黑，你们已经画好了吗？等一下你们画好，你给老师看一下。好的，你们画的怎样了？喂，金仙，你可以给我看一下吗？你画的怎样？他的下巴就太大了一点，下巴太过宽了，太过大了，你把它缩小一点。OK， 好，现在我把那个图画呢，就是放浅一点，然后我们才开始画出它的那个轮廓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先从眼睛开始画。OK， 好，眼睛呢，我们已经看到了，就是它的那个形状已经出现了嘛，对吧 ？OK， 然后现在呢，我就要画出它的那个眼睛的那个形状。好 ，OK， 然后它里面的瞳孔，还有外面的那个形状。OK， 这个是它的眼睛，然后这个是它的亮点，所以眼睛里面呢，这边呢是黑色的，看不到的。OK， 然后呢，这边呢，这是它的眼皮。OK， 它的眼皮呢，这个是上面的部分。OK， 所以你会看到啊，它的那个眼睛呢就会比较长。然后这个就是到眼角。OK， 然后这个是它的那个眼皮，下面的眼皮，所以你会看到呢，后面这边呢很长的，就是它的鱼尾纹了。OK， 然后这边呢，你会看到它会有3条线，就是老人呢后面呢就会有鱼尾纹，鱼尾纹的就是这个意思了。OK， 然后呢，我再把另外一边的眼睛呢也画出来。OK， 里面的那个黑色的部分呢也画出来。OK， 然后呢，它的眼睛呢一样比较长。OK， 这个就是眼角，眼角这边呢你会看得到里面的那个红色的那个肉了。OK， 所以这是它的那个眼睛的后面呢也是一样，也会出现鱼尾纹。好，接下来呢就是眼睛的下面的部分。眼睛下面的部分呢，我会在这边画一个圆圈。OK，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画一个圆圈。OK， 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它的眼袋，也就是老人他老的时候呢，眼睛呢的下面的皮肤呢就会开始下垂，所以它会出现眼袋。所以在眼袋这边呢，你可以多画一条线。OK， 但是呢，最主要的是它的那个弯的线条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画它的那个鼻子。OK， 鼻子呢，我们就画，它会比较阔一点。OK， 你先在中间呢画一个弯的形状。OK， 在它中间画弯的一个形状，然后呢，在旁边呢，你再画一个2个弯的形状。OK， 然后这边呢，你再弯进来，这个是鼻子。鼻子这边呢，然后到嘴巴这个部分呢，我就画一条线下来。OK， 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画一条线下来。OK， 好，然后这边呢就是人中，人中你会看到是一个长方形原本。
现在呢，我画出一个 U 的形状 ，OK， 你可以看到一个 U 的形状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就画它的那个嘴巴，好，嘴巴。然后呢，注意老人呢，因为他们老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有些老人呢，就是他的牙齿就掉了，所剩不多了。啊，以前的人呢，他们就没有每天刷牙的习惯，也就是他们没有保护牙的习惯，所以他到老的时候呢，他们的那个牙齿就没有了，不齐了。所以呢，一不齐的话呢，就是里面是空的。我们的那个嘴巴的那个皮呢，有些老人他就会向里面凹进去，啊，因为里面没有牙齿的关系，所以你会看到他的那个眼皮呢这边呢会凹进去的纹。OK， 下面也是一样。OK， 他们会这样子凹进去。好，然后呢，鼻子的这边呢，你上面再画一个圈。这边画下来 ，OK， 然后就到眉毛这边了。眉毛呢，我们把它连起来，但是注意后面的画它的那个眉毛呢就会比较长，然后是弯下去的 ，OK， 你会注意看它的后面是比较长，然后也是弯下去后面。这是头发 ，OK， 然后呢，除了它这个纹路罢了，然后我们就画它的旁边的那个脸的部分 ，OK， 脸呢我们就把它画下来，好，所以画上去到上面的部分，好。所以你会看到他的那个老人的脸孔呢，就已经出现了，啊，然后呢旁边呢你再画那个线条，因为他们老了过后呢，他们的那个线条就会很明显，所以我们把它画出来。然后呢就是到额头的部分了，额头的部分呢也会有那个老人的皱纹的出现，一条、两条。3条，通常是3条了 ，OK， 然后就到它的那个发线 ，OK， 我们现在把那个发线画出来 ，OK， 我们先画出它的那个形状出现，好，然后我们给它那个画出那个头发，但是老人呢，他的头发呢通常都不会很长的，所以呢通常都是留着半短的。加上他们的头发已经少了，所以呢，这个头发呢，我就画那个线条在上面。OK， 所以我先在他的那个头发呢，画那个这个线条上出现。OK， 所以里面呢，画完了一圈过后呢，里面呢我也是加多。它的那个头发的线条，就是它的线条呢，就比较短 ，OK， 所以呢，你会看到它的那个头发呢，就会比较短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就画那个耳朵 ，OK， 耳朵呢，你就画一个6。OK， 好，所以呢，这样子呢就完成了老人的面孔了。OK， 然后我们就画他的那个颈项。OK， 还因为老人的关系，你会看到他的颈项呢也有那个纹路，也有比较明显的那个纹路。我画下来。OK， 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完成了那个老人的脸的部分了。OK， 好，所以呢，你们就用那个铅笔，先把那个线条画出来，过后呢，然后你们才用黑笔呢，把那个脸呢的那个线条画出来，
过后你们才上颜色。颜色呢，你们要注意呢，因为老人呢，他老了过后呢，他的那个皮肤呢也会比较黑，所以在这边呢，我就采给你们看它的那个颜色呢，它会比普通的人还要黑一点，所以我们用比较浅的巧克力呢来上那个颜色。OK， 好，然后它的那个瞳孔呢，一样的就是你们上更深的棕色。OK， 头发呢，你们就上灰色就好了。OK， 最浅的灰色就可以了。OK， 所以你们上它的一个灰色就可以了。但是这边呢，你们要注意呢，你们上好了这颜色呢，我要你们呢就是上那个它的那个影子。OK， 影子呢要怎么上呢？ OK， 我在这边呢跟你讲哪一个部分呢需要影子。OK，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那个颈项下面的部分，下巴下面的部分，因为这个地方呢是没有遮到阳光的，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我会给它深一点的颜色。OK， 然后鼻子呢，鼻子下面呢也是会被遮到阳光的，所以呢在这边呢我会放一点灰色的，会比较深的颜色。OK， 然后呢这个就是耳朵里面呢也是没有遮到阳光的，所以我就上那个颜色。OK， 好，然后就到眼袋的地方。OK， 所以呢我们只是踩这个几个重要的地方，这几个地方呢就是有影子的。 OK， 所以你会看到第一个呢就是那个颈项下面的部分。 OK， 然后鼻子下面，然后眼袋，还有那个耳朵的里面的那个六。 OK， 所以这样子的就完成了老人的脸的漫画画法。 OK， 所以现在呢你们可以用那个铅笔先把那个线条先画出来，如果没有错误的话呢，你们才用那个黑色的笔呢把那个线条画出来。 OK， 然后过后你们就可以帮这个老人的脸呢上那个颜色。好。